feeling something you can't explain. You feel the blood is pumping faster in your veins. Don't know what's coming or what to say. Just got that feeling that you gotta get away. Yeah, you had your time, but now I'm gonna get what's mine. There's nowhere left on earth for you to hide. I'm gonna take your crown. Write your name out of this town. Oh, it's too late to stop it now. It's your bloodline. You'll see the red inside my eyes. They'll be burning till I put you in the ground. I'm gonna hunt you down. Yeah, I'm the nightmare you can't escape. You were the predator, but now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 Feel Life。今天我带数码相机过来看看，来拍一个也是谷仓，这在城外不远的地方。这边正好是个高地，可以大概的可以俯览那个小镇嘛。正好前面还有一个农场，农场那个它的后院里放了好几辆那个报废的车。这边的农场主比较喜欢把那些不用的或者报废的古董车、老年车都扔在自己的后院当做装饰，所以挺有这个地方的特点，所以想拿它跟谷仓结合拍一张照片。今天天不是特别好，但是呢，根据经验，这种天如果变好，会变成非常好的天。风光摄影嘛，一切都凭运气。希望能等到好天。拍摄之前，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相机。这个 Pentax 645Z， 相机是这个相机是 Pentax 645Z， 镜头是它的一个300毫米定焦头。我还带了一个1.4倍的增距镜，以及一套那个锂的 ND 镜、滤镜跟镜架，这些都是老古董。这个相机虽然很老，但是它的那个画质还是非常好。然后对于我的使用习惯来讲，我拍照几乎都是用手动功能，我也不怎么用自动对焦，连测光我恨不得都是用自己测。所以对我来说，一个相机如果有一个很好的底就非常好。那更多的自动功能我几乎用不到，所以我也不是很在意。所以现在相机更新很快，对我来说也没有太多吸引力。所以现在很多人追求摄影器材的那种不断的更新啊，因为厂商推的也比较狠，很多人也就不明就里的就跟着跟风。其实你如果真正喜欢拍照，你要针对你的使用用途来选择你的器材。如果你用不到那些花里胡哨的更多的功能的话，你使用这种比较古老的相机，其实没什么太大影响。你像我索尼的相机是有一个 A7R， 有两个 A7R2， 那 A7R 我自始至终到现在觉得是135里面画质比较好的一个相机，但是它机械性能不怎么好，老容易坏。A7R2 就不错，但它没有什么对焦啊，包括其他一些视频功能都不是很厉害。看自己选择吧。如果你真正只是用来拍照的话，像这些相机，因为这个是2014还是15年生产的相机，到现在一晃6、7年了，足够用了。行，相机就介绍到这边，我后面来取一下景，构一下图，找个构图点，为待会做准备。一般我先找一个地方构好图，
然后就等着时间了吧，等着太阳落山。中间可能也会，试着拍几张，看看那个主要是光影效果，以及前后景的透视关系怎么样，然后再去预测光线打在它上面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行，我们开始。因为这个长焦啊，你要找到一个画面，它其实前后透视关系变化挺大的，稍微左边右边移动一下就会有不一样的效果。那现在是这样的，左边也拍不到。我最重要的想拍这个车跟后面那个呢谷仓放在一起。从这样看的话，感觉稍靠左了一点，还应该往右去一点。如果用接片的话，可以把谷仓这货站，然后这个是车，把它拍在一起。这个距离应该很难把这三样东西都放在一起。那就看你取舍。我现在最想要的就是这个车，后面这个车，这个构图还不错。对，这个构图，树跟车跟那个谷仓，然后中间有路，那晚上的话，它应该有车走过的痕迹，应该还不错。再到那边去看看去，确定没有更好的位置。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只能拍到右边。我最好的效果就是我想要左边的这个货场，中间的这个谷仓，右边的这个farmer house 的后院停的那个老爷车旧车，但现在看来只能拍到其中的2个元素，所以只能用接片了，用接片来拍摄这个。就试试先拍一张用 ND 镜的，因为现在正好对着太阳，估计效果不会很好。我有一个6档，这个是里的6档 ND 镜。一般使用 ND 镜的时候，尽可能的放在最靠近镜头的那个槽。然后它这个 ND 镜里面是有防漏光的条的，所以你把它调整到正好盖住镜头的位置，上下都不要太过了，要不然它那个遮光的就没有用了。先拍一张。我光圈放到 F25 ，ISO 100，显示的时间是3秒钟。调整一下对焦点，我对着那个车对焦，
焦点放在那个后院上，应该能得到一个前景深的效果，全景深，试一下。景深是好的，对，前景，对，也不错。然后那个灌木的枝干上面也都是有光的，光照的呢，有影调的，但是我感觉就是前景有点多了，但是你要把它抬起来的话，它就会有变形，所以我准备把它通过后期来裁剪吧。然后我们拍个接片看看。接片通常就是你像这种不是特别严谨的接片的话，你要找到镜头的光点，一般都是在脚架环的位置，因为你左右移动的时候，它的透视会发生改变，长焦镜的影响会小一点。我们今天就不那么讲究了，我用手动曝光、手动对焦，然后用手动白平衡。手动白平衡我就放在日光，然后同一个曝光参数，我这边用 F18 2秒钟，同一个对焦点，所以焦点同一个手动对焦放在同一个对焦点上，然后同样的曝光参数，然后白平衡也放在全手动的位置来进行接片。第一张，一般向右移动，左边画面1/3的位置重合就行了。第二张，第7张，第8张。我这个接片接的比较多，多的话它的误差就小嘛，也没关系。如果时间紧，你就可以少一点，没关系。像这个场景，正常3到4张也足够了。然后拍一张单张看看。哇，这边好多鸟啊！你们听这个声音，就是这个大雁，加纳鹅。对，就那个羽绒服加纳鹅，也叫灰雁 ，goose。拍摄前面准备最重要的就是检查对焦点，因为手动对焦嘛，要保证前后景都清楚。行，我们就等着吧。等着夕阳下来。刚才在下面跑了一通，发现还是最上面这个角度其实可能更好一点，因为角度相对比较高一点，能够就是刚才避免了刚才一个前景过多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就移到这上面来看一下。
正好到时候太阳会落在，应该是落在那个谷仓的后面，看一下，对，落在这个货场的后面。然后我们要的那个车也在那边，对，这个角度相对好一点，所以最终确定在这个角度拍这张拍日落的照片。想试试增倍镜，单独拍拍那个车，感觉会怎么样？今天没有风，可以所以说用增倍镜应该问题不大。因为你如果风大的话，用增倍镜，这个机身比较晃动比较厉害，很难拍到清楚的照片。增倍镜看的效果还不错。用了增倍镜之后，就彻底避免了我刚才说的那个前景过多的问题。对，看来还是要多试几种。看一下 ，OK， 我来试拍一下。我一般拍照不太喜欢我喜欢把相机放水平的位置拍，不太喜欢放在把它过度的俯仰，要造成形变比较厉害。检查一下对焦点，没有落在正确的焦点位置，它会造成，因为长焦嘛，你要保证前后景，这个前景跟后景距离还挺远的，所以一定要严格使用超焦距的方法，把它景深放到最大。我增加一点，缩小一点光圈，放到 F25， 看看。F25几乎就可以。我把那个焦点落在中间那条公路上面，很好试试。感觉是有点晃动，远处的景物不是特别实，也可能光圈太小会造成颜色，画质就会降低。另外加了那个增倍镜，就会更加的降低画质。拍数码就是爽啊，连环的拍。不错，这个角度还不错。大概看太阳的角度，应该还有15分钟左右。来，这理牌的滤镜 ，Big Stop， 对 ，Big Stop。是当时应该是他们最新提出来就生产出来10档的 ND 滤镜的，在以前能有一个10档 ND 滤镜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当然现在的司空见惯了，很多国产的 NDG 都把这些老牌的厂商打得几乎没市场，便宜又不错。考虑到光圈缩小之后的颜色现象，我准备取一个中间值，把光圈放到 F18，降3档来看，1.3米。因为65Z 的宽容度足够高，根据我的经验，降个5档拍都没问题。我刚才拍了几张太阳刚刚落下去的时候的照片，现在太阳已经几乎落下去了。再看一下，看看，现在光线比较均匀，所以应该会更好一点。还是欠报3档，因为它太阳跟地面的差别应该是在3档左右。我以天空的曝光为准，天空给我报个3档。天空曝光为准，地面就欠报3档。光线不错，开个镜片，30秒，2分钟，拍完一张镜片。因为这个云应该算火烧云了吧，很漂亮。但其实前景已经没有光线了。第2张，车来了，刚才有个车过来，让他。第2张，第3张，气温有点变冷了。嘟，刚才2人应该是过来看地的。这边有1块、2块、3块、4块、5块地在卖。这个地就所谓的宅基地，在北美这边，像这种乡下郊区的叫 acreage， 大概就是至少1 acre，1 acre 就是中国的6亩地，1英亩就是等于6亩地。很多人家都2亩，2 acre 一买就12亩地一个房子，很舒服，离市区又不远，去最近的超市半个小时，非常方便。Hi. Photographing the sunset? Yeah. Yep, pretty nice tonight. Yeah, today's amazing.
Okay, have a good night. You too. Bye. 他们应该也是过来看，夕阳的，估计是。对，穿衣服好像看上去是打猎。OK， 这片拍完了。今天基本上就这样了，天空还不错，拍到那个刚才我想要的照片，到时候后期回去拼接一下，看看能怎么样。因为主要是它那个前景的光线没有打到，虽然现在夕阳很漂亮，但是前景已经没有光了，不会出现那种就是我设想的画面了。我喜欢它前景上打上光，那个车下面会有点质感，然后树干上面也会有反光出来。因为今天刚好太阳下去的时候，太阳下去的反而有个云上来，然后就挡住了它的光线。然后太阳下去了之后呢，你看现在反而就没有，就是云就很漂亮，就正好今天是一个天气变化的一个过程。到晚上可能一点云都没有了，明天也是个晴天。OK， 反正风光片嘛，完全靠运气。今天就这样吧，希望你们能喜欢这个视频，我们下次再见，拜拜。Oh, praise his name, the high King of kings. Come, voices raised, with all that breathes, praise the Father, the Son, and Holy Ghost. Praise the Father, the Son, and Holy Ghost. Ooh.
Where is your sting? I'll pay no debt. He stands